被梁家寻回的第6年，我仍旧未能踏进梁府的门槛。那位占了我身份的姑娘，也依旧在梁府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依照梁家祖制，远归的族人需由家主亲自焚香卜卦，若得吉兆，方可重入梁家宗祠。兄长为我执香卜卦99回，卦卦皆凶。第100回，我隔着重门缝隙，分明看见那卦象为吉，他却望着袅袅青烟，良久叹息。此卦只能是凶。燕营自小娇养惯了，离了梁家定然寸步难行。若阿春归来，他该如何自处？那一刻我才醒悟，原来不是天命不容，是人有不愿。无妨，我亦不稀罕回那梁家了。我收拾好行囊，上了去往南疆的乌篷船。那里有真心疼爱我的义兄，他生病了，我想去看看他。挂室里的沉香烟缕缕盘旋，将檀木案几笼得晦暗不明。我静立在雕花门外，目光跌在那对阴阳交杯上，一俯一仰，分明是胜卦吉兆。兄长梁清旭的云纹袖口拂过5次铜盆净手，5次掷出的皆是同样的吉兆，但他漠然的表情已经为卦象定下了别的答案。庭院中忽然起了穿堂风，吹得烛火明灭不定，许是香灰迷了眼，我眼底泛起细碎的色意。我看见他的手指颤了3颤，似乎有些犹豫和挣扎，但终究还是俯身将仰面的交杯轻轻翻转，胜卦终成阴栓，吉兆变为凶兆。再直起身时，低声自言自语道：阿春不会察觉的，这6年不也都这般过来了吗？原来我日思夜想盼来的第100回占卜，不过是第100场精心织就的骗局。思绪正混沌间，门外传来梁嫣凝脆生生的嗓音：阿春姐姐怎么处在院里啊？清旭阿兄正在卜卦呢，冲撞了卦象可怎么好？他声调扬得极高，卦室门猛地被拉开，梁清旭广袖待翻案上香炉，灰烬簌簌地落满袍角。阿春，你是何时来的？我垂在袖中的手悄悄握紧，指甲掐得掌心生疼，面上却平静地望着他们。我刚过来，厨房备好了年饭，来叫你们一起用膳。今日是除岁，也是1年里梁府上下唯一会来我这小院看我陪我的日子。从前6年里，梁清旭总拉着我的手说，纵使暂时还不能入宗祠，阿春身上流的始终是梁氏血脉，阿春永远是我们梁家人，除夕守岁，至亲本该团聚。往年害这般说时，我总会觉得胸口暖意翻涌，感动不已。梁清旭显然松了口气，但眼底却浮起些许慌乱。害刚制过卦的手指还沾着香灰，有些僵硬地探过来，握住我的手腕，嗓音仍撑着往日的温和。那阿春，我们去用膳吧。话音未落，梁嫣莹突然冲进院门，她眼眶通红地望着梁清旭，声音发颤：清旭阿兄方才可是卜出吉卦了？阿春姐姐是不是终于能搬回梁府了？梁清旭迎上他泪盈盈的目光，喉结滚动了2下，终究沉默着。梁嫣莹的嘴唇轻轻打着颤，泪珠成串的滚落。我晓得了。恭喜阿春姐姐终能归家，我这便回去收拾衣物。他转身时绊到石阶边的花盆，整个人软软跌在雪地里。梁清旭攥着我的那只手骤然收紧，指节泛出青白，靴尖却已转向他那边，最终仍立在原地，任由下人搀起那抹纤弱身影。良久才沉声道：此次卦象仍是凶兆，但燕营你须记得，阿春才是梁家血脉，待来日真现吉卦，你自该安分离去，莫要哭闹。梁家这么些年从未薄待于你。梁嫣莹突然撕心裂肺地咳起来，手里绢帕掩着唇，跌跌撞撞奔出院门。梁清旭面上仍是冰封般的冷峻，并未追出去，可攥着我腕子的掌心却筋出薄汗，微微发颤。在意一个人终究是藏不住的。我想起少时在南疆军营，有一回误触了义兄的冰屑土，罚我在校场站桩，又担忧我扛不住烈日，默然站在我身前，替我挡去大半毒日头。那时也是这样板着脸不言语。我低头盯着地面，却能看见附在身后的手，指节攥得发白，微微打着颤。梁家叔伯妯娌围坐满堂，烛火映着琳琅碗碟。有位神母轻声叹道：燕营那孩子还在廊下抹眼泪呢，冻得嘴唇都发青了。梁清旭正将制鹿肉加到我碟中，又给我舀了碗冬瓜排骨汤，闻言头也不抬。他既不愿用膳，便由着他去。席间霎时静了下来，只能听到银块碰触瓷盘的轻响。这顿年夜饭吃得寡淡又尴尬，与我平日一人时似乎也并无不同。梁嫣莹与我同岁，4岁便进了梁府。梁家人虽不明说，但待他的情分终究与我不同。眼见最后3块制鹿肉将近，又有长辈开口道：给嫣莹留些吧，她最馋这个了。阿春今日用的够多了。梁清旭冷眼扫过去，径直端起那碟制鹿肉，全拨进我碗里。梁家没有这般规矩。他声线沉得吓人，可搁下筷子后，他却频频望着窗外走神。下人提着泔水桶要往后门去时，他忽然起身：给我吧。在众人错愕的目光里，他拎着桶径直走向角门。梁清旭离去后，席间顿时活络起来，叔伯们聊着年节祭祀，妯娌们说着胭脂水粉，唯独我相府摆放多余的画屏，没有一人愿意抬眼来看。我呆呆坐了片刻，没
没什么意思，也起身离席。寒风吹散酒气，不知不觉竟走到了后院墙根下。我隐隐听见梁烟莹带着哭腔的嘟囔，混着梁清旭低沉的安抚。街前不知何时飘起细雪，那二人并肩坐在石凳上，共食着同一碟制鹿肉。他抬手用袖角轻轻拂去他发间的雪沫，梁烟莹便红着眼推他胸口。我都要被赶出梁家了，清旭阿兄还来寻我做什么？梁清旭被推得晃了晃，眼底却漾开真实的暖意。尽说胡话，你在梁家快14年了，我何时真苛待过你？怎会赶你走？那语气里的纵容像化开的蜜糖，粘稠的能拉出丝来。梁烟莹抽噎着倚在他肩头，梁清旭夹起块肉块递过去。我特意让醉仙楼老师傅现做了送来的，快尝尝，比家里灶上的入味。他小口嚼着，哭声渐歇，他声音放得更低。阿春与你不同，他自幼漂泊在外，他没尝过什么甜头，也没见过多少好物事。你让些零嘴与他，哄得他安心，如此才能长久留在府里，明白吗？原来如此，这6载光阴里，他那些偏袒，那些看似站在我这边的瞬间，不过是觉着我是个没见过世面的，给点甜头就能哄住，好叫他真正放在心上的人永无后顾之忧。可他们都不知道，被梁家寻回前，我也是被人放在心尖上疼过的。南疆大院里，谁见了我都要给我塞把松子糖，义兄更是把我捧在手心，从不叫我受半点委屈。家里饭桌上最大的提腮永远归我，市集时新的绢花从来也不少我的。他自己穿着磨毛的旧军服，却总记得给我扯京城最时兴的布料做衣裙。要不是那年义兄旧伤突发咳了血，绝不会松开我的手说：阿春，梁家才是你的血亲，你兄长守着偌大家业，孤零零的一个人，何况阿兄这病，你回去有人照应，我也好安息些。所以我跟着梁清旭回了梁府，谁知梁家祖规要卜出吉卦，我才能归家。梁烟莹当时就扑了过来，哭着道：若是算出吉卦，阿春姐姐回来，我即刻收拾东西走人。梁清旭听见后，踏进卦室的脚步都呆滞了些。他进去为我起卦，第一回他说是凶兆，10回他还说是凶兆，此后6年整整100卦，卦卦皆凶。我其实并不十分难过，我4岁就走丢了，以前的记忆早模糊成了雾，对梁家这些人实在是生不出多少感情。只是某次卜卦后，我悄悄拉住他的衣袖，若始终是凶卦，兄长能不能送我回南疆？离开前1个月，我还答应赵家婶婶小年要帮他剁肉馅的，他说要烧一锅油亮亮的红烧肉，让我拉着义兄一起去他家灶房蹭饭。我盼那锅肉盼得梦里都淌口水，却突然被所谓的亲人带到这千里之外的北地。我眼巴巴望着他，藏不住满心的期盼。可梁清旭却低头凑近，温热的掌心轻轻附住我的手背。阿春莫要伤心，吉兆迟早会来的，兄长先为你另外寻一处清雅的院落，以后也会时常来探望你。我想说，我不伤心，也不需要什么漂亮院子，我只想回到南疆那个有义兄在和时常晒满干货的院子里。可梁清旭又轻声同我说：今夜兄长陪你住下，父母早逝，兄长一直是一个人，阿春陪兄长说说话可好？他眉眼间凝着一缕薄愁，倒真应了义兄说的那句孤零零的守着家业。我瞧着梁清旭袖口磨旧的刺绣纹样，终究是点了点头。梁清旭待我却极尽周到，年年不论公务多忙，总会亲自带着我乘船南下，一路颠簸就要半月余，只为让我见义兄一面。除了那永远治不出的吉卦和始终送不走的梁烟莹，6年光阴里，我竟寻不出他半分错处。可我在愚钝，6年光阴也足够看清端倪，终究是忍不住在第100回卜卦时隔着门缝窥看。于我而言，倒也不算意外，不过是将早就猜透的事情验了个分明。这层窗纸戳破了个洞，里头的乾坤便也看得清楚了。我连起思绪，望向雪院里仍并肩坐着的2人。梁清旭素有未及，平日用膳总是食不过半碗，今日饭桌上他明明已经吃了不少，此刻却将半碟制鹿肉吃得干净。或许真如他人所言，与合心意之人共食，才能有个好胃口。不论至亲还是挚爱，都是这样。我悄声退回屋内，梁家众人正围炉笑谈，无人留意我的离去。我独自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梯上楼，坐在菱花阁窗前，窗外暮雪搅天，昏沉沉压暗了天色。真是古怪，今日我这屋内分明塞满了人声笑语，我却觉得比独守偏院那6年还要冷清。窗纸被屋内的暖气喝出一个小晕，映出个模糊的轮廓。恍惚间，我好似看见了义兄，那年除岁夜也是这般光景。他执壶斟了烈酒，又给我满上甜酿，铜锅里咕嘟冒着热气。他举杯轻碰我的展颜，祝我们阿春岁除安康，年年皆胜意。军营里人人都说他冷若霜雪，新兵们见他都怕得腿软。可我只记得他替我挽发时笨拙的手指，记得他无奈又纵容的一声声阿春。于我而言，他是最温暖的。我举起手边冷透的茶盏，轻轻碰向窗上虚影。阿兄也岁岁安康。指尖触到冰冷的窗纸，猛地惊醒，那幻影便散了，心里酸胀的厉害。我忽然很想他，想起南疆从未下过雪，他怕是根本没见过雪的模样。我从匣中取出空白信笺，研墨给他写信，提笔踌躇了半晌，我竟不知该写什么。若说我过得很好，撒谎的事情根本瞒不过他；若说我过得不好，又怕他伤还未好，还要为我忧心。墨汁都快在笔尖凝住了，最终只写下：兄长，我这下雪了，白茫茫一片，煞是好看。我试着把雪团塞进瓷罐里，带回去给你
瞧瞧如何？我把信纸折好揣进袖袋，踩着积雪吱呀吱呀的走到街口一停，穿着棉袄的一族正打瞌睡，被我扣窗户的声音惊醒后，迷迷瞪瞪的收了信，来回走了2刻钟，回到宅院时灯笼都点起来了，厅里众人还在说笑吃酒，仿佛压根没人发现我出去过。梁清旭和梁嫣莹并肩站在窗前说笑，不知说了什么趣事。梁嫣莹笑得前仰后合，还顺手用指尖绞着狐裘披风上的飘带打圈。我本要转身上楼，目光却猛地定在他另一只手中，那握着个眼熟的泥人儿。我慌忙回房间查看，果然发现那泥娃娃不见。梁嫣莹指尖攥着的正是义兄当年为我捏的泥娃娃，那是南疆来了位泥塑传人时，义兄熬了3日不曾闭眼，终日学习，照着我的模样一点点捏出来送我的生辰礼。这些年我连碰都舍不得重碰，终日用紫檀盒子护着。此刻那珍贵的盒子竟被随意丢在角落，我心头猛地一沉，像被无形的手攥紧了，几乎是踉跄着扑了过去。离得近了，便听见梁嫣莹笑得花枝乱颤，捏得可真丑，半点也不像阿春姐姐呢。别闹了。她话音未落，我已克制不住，颤声喝道：还给我！梁嫣莹抓着泥人转过身，一双杏眼里漾着恰到好处的惊讶与无辜，指尖还故意晃了晃那垂危的泥偶。我扑上前去抢夺，她却故作惊慌地松开了手，泥娃娃砸在青石地上，霎时碎成粉。我脑中轰然巨响，仿佛听见自己某根紧绷的弦应声断裂，扬起的巴掌带着风声挥向梁嫣莹。这次梁清旭不在座位，他将她严严实实护在身后，对上我血红的双眼，他喉结滚动，声音里掺着几分心虚的安抚：阿春，嫣莹不是故意的，兄长再给你另寻些更好的。是不是失手，我看得清清楚楚，齿间沁出血腥气。我盯着他嘶吼出声：滚！满屋子说笑的梁家众人霎时静了下来，几位叔伯婶婶连忙围过来劝：阿春，你冷静些，大年节的别动气，嫣莹肯定不是故意的，碎个泥人罢了，让你兄长再买。所有声音都涌向我，所有身影都挡在他身前。我发狠般扑向梁清旭身后，想要揪出那个巧笑嫣然的人。梁清旭下意识张开双臂阻拦，他像堵墙似的挡得严实。几个婶子也趁机拉住我胳膊，耳鸣声越来越响，那些劝解都模糊成了嗡嗡杂音，浪潮般吞没了所有劝解。不知谁在推搡中猛力一拽，我踉跄着向后倒去，后脑重重磕在茶几角上，剧痛炸开的瞬间，整个世界仿佛都暗淡了下去。梁嫣莹缩到一旁，捏着手里的砖帕，低声呜咽起来。梁清旭脸色一变，急忙俯身想来扶我，他视线触到我额角时，声音都发了颤：阿春，磕着哪儿了？让兄长看看。望着这张近在咫尺的写满虚假关切的脸，我忽然想起6年前他初到江南军营时的模样，也是这般捧着我的脸说：阿春受苦了，兄长来接你回家。本在那些粗糙却真诚的疼爱里过得很好，根本不需要谁来接我，更不该被拽进这场骗局。积压了6年的委屈如同决堤洪水，呛得我喉头腥甜。在他伸手欲碰我伤处的刹那，我用尽全身力气挥出手掌扇到了他脸上，清脆的巴掌声震得梁上雪花都簌簌落下。梁清旭还维持着半跪的姿势，伸向我的手僵在半空，那记耳光震得他玉冠下的碎发都在颤动。我眼底烧着通红的血丝，声音嘶哑的不成调：既然从不真心想让我归家，为何要将我带回来？当初又何必去寻我接我呢？他瞳孔猛地收缩，像是被什么扎穿了心口。你莫非……眼看那点疑虑快要破土而出，梁家叔父此刻却上前护住他：阿春，你糊涂呀！卦象是天意，清旭比谁都盼你回来，谎报卦象是要遭天打雷劈的，清旭又何尝不想你能早日归家？我在一片模糊的泪光里几乎要笑出声来。原来谎报卦象是要遭天谴的，那他这100次欺天罔人，该被劈成多少结交炭？这么大圈子，若是真舍不得梁嫣莹，大可不必来南疆寻我，他却偏要假借祖宗规矩，演足了这6年的情深意重，演到连爹娘的牌位都不许我进祠堂里磕个头。梁清旭终于缓过神来，大约是认定我绝无可能知晓真相，他试着来碰我袖角，语气里还带着精心调配的歉疚：阿春，兄长定会竭尽所能，早日求得吉卦。我望着他演练过无数遍的愧疚神情，终是没忍住嗤笑出声：谁稀罕呢？梁清旭的目光里透出难以置信的愕然，仿佛他施舍的归家恩典是天大的慈悲，而我何该跪地叩谢。我蹲下身，指尖颤抖着拾起那些沾尘的碎片，纵使拼不回原样，但这终究是义兄留给我最后的念想。梁家众人仍在喋喋不休，字字句句里都裹着委婉的指责。我本不欲再理会，梁嫣莹却偏要凑上前来，她大约以为我不敢再动手，捏着绢帕委委屈屈地蹲下来：阿春姐姐，我知错了，让我帮你拼好不好？她俯身伸手捡起一块碎片，我骤然起身抽走她指尖碎片，反手一记耳光甩到她的脸上。这次我用了十足的力气，扇得她头顶的珠钗都飞了出去。她踉跄着撞翻茶几，青瓷杯盏哐当碎裂落地，然后她栽进瓷片堆里，起身时额角瞬间冒出猩红血痕。梁家顿时乱作一团，惊叫声此起彼伏，众人手忙脚乱地去扶梁嫣莹，夹杂着再也压不住的埋怨：你这丫头未免太狠心，不过是个泥人，何至
于下此重手。梁清旭看见梁嫣莹额角淌下的血，脸色彻底沉了下去。他第一次对我厉声呵斥：我说过，定会替你求出吉卦。阿春，你再不满，也不该拿嫣莹泄愤。我第一次对梁嫣莹动了手，她也终于撕破了她那层温情的假面。梁嫣莹倒在地上，娇柔地喊着头疼。梁清旭立刻将她打横抱起，冲出门外。哪怕她那伤口浅得只渗出了几粒血珠，大概如他所言，梁嫣莹是梁家娇养长大的。与我不同，纷乱的脚步声渐渐消失，方才还拥挤喧闹的厅内，转瞬又只剩我一人。周遭突兀的死寂下来，我的心反而像沉到湖底的石头，渐渐归于平静。或许就像6年前刚来梁家时隐约预感的那样，我对这宅院，对梁清旭本就没有多深的牵绊。过去6年里，他那些精心表演的关怀，确实曾让我对血脉亲情生出不该有的期待。而现在幻象碎得彻底，但至少我还有退路。这6年我悄悄攒下的银钱，足够在京城这片繁华的买个宅院。梁家再怎么势大，也捆不住一个去意已决的人。我想起送往义庭那封说要带雪回去的信，忽然觉得一刻都不想等了。我想，就明日清晨，等城门一开，我要雇最快的马车、最快的船回南疆大院去。我忽然格外想念那个洒满阳光的院落，想见义兄，想找赵家婶婶讨那碗6年前说好了的红烧肉。他说好，小年要给我留最大块的，我还没吃到呢。义兄说过，军令如山，诺言似铁。赵家婶婶守着军营过了半辈子，定然也是这样。我将那些沾了尘土的碎片仔细拾起，用软绸包好，收进贴身的荷包里，装回紫檀盒子，抱在胸口样。想起那些摔得残破的边角，眼眶就止不住的发酸。6载春秋，这里从来不是我的家。我背上早已收拾好的包裹，抱紧紫檀盒子，踏出府门，转身离开。打定主意天明就回江南后，那些堵在心口的愤懑与委屈，竟也如晨雾似的散了个干净，只剩下去见义兄的雀跃和即将重逢大院里亲友们的期盼。这6年的孤寂恍若大梦一场。我走在长街上，除夕夜的火树银花映亮了半座城，孩童们举着烟花筒从巷口窜过，溅起一地星火，满城灯火煌煌，户户团团饭香。这样好的夜色里，唯有我抱着碎泥人，独自一人穿过一片又一片喧闹，如同过去6年的每一日，从来都是我一个人。我又想起6年前还在南疆大院时的光景，每年岁除，南疆大院里比打仗还要热闹。义兄一个舞刀弄枪的糙汉子，还曾偷偷跟赵家婶婶学打络子。他熬了3夜，给我编出条大红平安结，笨拙地系在我的荷包上。隔壁家的大福弄来南洋烟花，宝贝似的分我2只。邻家婶婶炸酥肉的香味飘过整个大院，支着窗棂喊：阿春，叫上你阿兄端碗来吃。袁婆婆听见了，立刻推开竹窗，嗔道：早说好让丫头来我这吃红烧鱼，你这酥肉先留着吧。如今我一个人站在街沿，看着空中烟火，恍惚又听见大福拍胸脯的嚷嚷：这烟花可是广州府来的，花样最多最好看了。偶尔有提着年货的路人笑着走过，手里还提着大包裹小包裹，看着就热闹。我望着他们，眼前却好像看到了南疆大院的那些亲人，他们站在暖融融的烛光里，着急地冲我招手：阿春快过来，饭菜都要凉了。徐景文，你看看你妹子怎么又发呆呢？瞧着都瘦了，快让她过来多吃点。义兄就笑着摇摇头，放下手里的东西朝我走过来。我看着他自朦胧处走近，眉眼渐渐清晰，玄色铁甲映着血光。这世间再无人比他将这身戎装穿得更好看了。他蹲下身来时，甲胄发出清脆的撞击声，素来冷峻的轮廓在看向我时柔和下来。阿春，真奇怪，分明是幻觉，怎会连他睫毛上沾的血沫都看得分明？我望着他肩胛上落满的积血，喉间突然哽得发疼。他掌心轻轻附在我发顶，温度真实的骇人。可是受委屈了，年夜怎么不留在梁府团圆，一个人出来傻站着？我忍了整整6年的眼泪，猝不及防地汹涌而下。我死死咬住嘴唇，伸手狠狠推了他一把，在开口时，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梁家根本不要我，你这个骗子，明明说好要永远照顾我的，自己病了就把我推开，梁家也不要我。这6年里，我第一次放纵自己哭出来，眼泪一旦落下，便再也止不住汹涌的哭声。被我推了一把的幻影向后踉跄了半步，他伸手撑住身侧积雪的地面，原本温和的面容越来越沉。那怎么从来不说实话？你每封家书都说在梁家过得很好。我的视线被泪水模糊成一片，哭得几乎喘不上气。我怕你着急，又怕你病还没好，还要顾及我。我已经是梁家认回的女儿，无论如何，义兄徐景文纵然有军功在身，也越不过宗法带我走。回到梁家后，他们寻了一些门路，让我拜在太医署门下修习医道。若是前几年离京南下，既要忤逆宗族，又得舍弃苦心经营的医土。直到如今，我不仅完成太医署的课业，将老师教的本事学了个彻底，我还凭本事被分在京城的一处医馆看诊，才有了底气，敢对着徐景文的幻影说出一些真心话。从前我哪里敢吐露半分？从前我也曾痴心以为兄长梁清旭待我有几分真情。6年前梁家找来时，徐景文刚在边关平乱时被淬了毒的弯刀伤了肝脉，九死一生捡回性命，却自此落下了病根。太医曾断言，他即便精心调养，也难保长久安康。徐景文怕将来无人护我周全，在梁家人
出现时，便狠心劝我认祖归，可我又何尝不记挂他？我担心若叫他知晓我在梁家受的委屈，却又无能为力，只怕会急怒攻心，加重病势。这6年来，我与他也并非未曾再见，只是每次相见，千般委屈我都强咽下去，不敢泄露丝毫。眼前人眉宇间骤然凝起寒霜，眸底翻涌着蚀骨的心疼与震怒。他忽然展臂，将我紧紧揽入怀中，铁甲硌得我生疼，却带着真实无比的暖意。我在他贴近的熟悉体温里，渐渐回过神来，才惊觉眼前人并非虚幻，徐景文竟真真切切站在了我面前。他素来沉稳的声线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傻丫头受委屈了，怎能不告诉阿兄？就算拼了这条命，我也定要带你离开这是非之地。我的泪水愈发汹涌，仿佛要把这6年来强忍的眼泪尽数倾泻。徐景文松开我，连指尖都带着轻颤，小心拭去我脸上的泪痕，如同我幼时那般温声哄道：莫哭了，从今往后再没人能给你气受，阿兄保证。他话音未落，身后蓦然响起一道清亮女声：阿春呐，可算寻着你了。我抬头望去，只见赵家婶婶从挂着军牌的马车跃下，疾步奔来，见到我满面泪痕，她心疼的声音都打了颤：我的心肝肉，谁欺负你了？怎的哭成泪人儿了？她将我从严景文怀中揽了过去，暖烘烘的斗篷裹住我发抖的身子。严景文这时才回过神来，解下悬壶大披在我肩头，他指尖拂去我鬓边，雪花时还带着余颤。血液风寒，阿春先上车再叙。等马车驶动后，我渐渐平复了心绪，徐景文这才温声解释道：赵夫将此番入京来探望退役的老部下，我左右得闲，便陪他们夫妇同行前来。方才马车路过街边，我瞧着背影眼熟，没想到果真是你。赵家婶婶眼眶还红着，闻言轻嗤：阿春，别听你阿兄的，他尽会扯谎。明明早前还约了营里弟兄们喝酒守岁，谁要你赔了，还不是因为除岁夜，心里惦记我们阿春丫头。徐景文佯装未闻，侧手望向车窗外流转的灯影。是啊，自我来京城前，每个除岁夜都是与他共度的。赵家婶婶攥紧手里的帕子，恨去梁家，当年梁家接人时说的天花乱坠，保证把阿春当眼珠子疼，大院里谁不是抹着泪才放的人？如今我倒要问问他们良心可还安在？我轻轻摇头：不必去了，我自行离去便是。我已经长大了，去哪不该再由旁人做主。我实在不愿再踏进那梁家半步。徐景文静静望向我，眼底情绪翻涌，最终只隔着衣袖轻握住我的手腕。阿春，莫伤心，南疆大院永远是你的家，我们始终盼着幸能回来。我鼻尖一酸，险些又落下泪来。这6年来心里缺失的那一角，此刻仿佛被暖流缓缓填补。我轻声应道：好。赵家婶婶再度将我拥入怀中。我的心肝肉，独自在外，不知吃了多少苦头。赵参将在京中有处小院，我们暂且安顿下来。他听闻我的遭遇后，怒不可遏，当即拍案而起，要去找梁家理论。我劝了许久，他才愤愤然坐下。说起差事，他又宽慰道：职务不必辞，调往南疆的医馆便是。阿春只管随赵叔叔回南疆大院去，那梁家不认也罢。我红着眼眶，又被他的话逗得破涕为笑。夜里安顿后，徐景文素来寡言，只默默在我床榻边打了地铺守着。赵家婶婶特意熬了桂圆甜汤给我，说是安神定惊。这一夜我竟睡得格外沉酣，是6年来从未有过的安稳。难得入京一趟，赵参将要走访几位故交，与我约好了7日后一同回南疆。正值新春佳节，徐景文在军营忙碌整年，也难得休憩几日。赵参将带着我们前往一家医馆探望一位卧病的老友。那老将军认得徐景文是营中将领，却不识得我赵参将，便得意洋洋地介绍：这可是我家闺女，羡慕吧？两位长辈谈笑风生，追忆往昔岁月。病榻上缺了条腿的老兵眼眶湿润，望向徐景文时，终究没忍住提起了他战死沙场的双亲，说起当年与徐景文父母在边关并肩作战的旧事。赵参将不忍打断老友，又恐徐景文伤怀，只得悄悄对我使了个眼色。我起身轻扯了下徐景文的袖角：阿兄，外头飘雪了呢，南疆从不下雪，我陪你去瞧瞧可好？徐景文蓦然起身，随我走出病房，却在廊檐下迎面撞见正扶着梁烟营缓缓走来的梁清旭。梁烟营身上还裹着医馆的薄毯，额角涂着药膏，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梁清旭正温声细语哄着他：再让大夫仔细瞧瞧，定不会留疤的。我未料到他额上那点浅伤，竟真值得来回跑2次医馆。那伤痕即便不敷药，3、2日便也该消退无痕了。我本欲绕道而行，梁清旭抬头时，却蓦然撞见我的视线。待看清我身后的徐景文时，他脸色骤然凝固。这是6年来他头一回见徐景文来京城寻我。往日徐景文总顾忌梁家多心，自我认亲后便鲜少主动与我相见。往日难得相见时，徐景文在梁清旭面前也总会客
刻意保持距离，即便来京城探望，也总是避开梁家耳目。从前徐景文是以为我在梁家过得安乐，但此刻他却向前2步，径直握住了我的手腕。梁清旭当即蹙紧眉头，连指节都攥得发白，面上竟露出如临大敌般的神色。他向来忌惮徐景文的存在。我4岁走失，5岁被徐景文发现，带回大院，由他抚养了8年。徐景文双亲战死后，留给他军中宅邸与些许积蓄。他认养我时，借了父亲旧部之名，用这份家底将我拉扯大。他与我异兄异父，正因如此，自我被梁家寻回后，梁清旭待我虽表面温和，唯独我提及徐景文时，他眼底总会闪过掩不住的忌惮与不悦。此刻，梁清旭的视线死死定在徐景文握住我手腕的那只手上，眸色骤然阴沉如水。他紧蹙的眉头半晌未能舒展，径直走近2步，看向徐景文道：“景文兄此番入京，所谓何事？”徐景文向来最重礼数，往日见到梁清旭总会谦和的率先问候，可今日他的态度却疏离的近乎冷硬，连一声梁公子都未唤，只平静应道：“来看看阿春，许久未见了。”梁清旭终于按捺不住，声线里淬了冰封：“舍妹自会有梁家与我看顾，就不劳你挂心了。”徐景文极轻的笑了一声，目光掠过梁嫣莹时，如同瞥见无关紧要的杂物，继而落回梁清旭脸上。哦，可我看梁公子似乎分身乏术，梁家亦是人仰马翻。他语气里带着我从未听过的尖锐。梁清旭顿时面色难堪，他松开搀扶梁嫣莹的手，沉声辩解：“阿春行事冲动，推搡间让嫣莹受了伤，姑娘家的容颜是最紧要的。”我只觉得荒唐，怒极反笑。他摔碎我视若珍宝的泥人，我便打他一耳光，何错之有？挨个巴掌就能倒地，莫非他是纸糊的不成？梁清旭还要开口，无非又是些袒护之词。徐景文的目光却已落在梁嫣莹额角那点浅痕上，他仔细端详片刻，才缓声问道：“这额角上的便是你说的伤？”梁嫣莹抬头看向徐景文，脸上泛起红晕，眼睛更湿漉漉的。没关系的，可能只是会留一点点疤痕。阿春姐姐她肯定不是存心的。徐景文看着他这副模样，停顿了一会才说：“年底大夫们都忙得很，这点小伤实在不该来占着医师的时间。”梁嫣莹脸上委屈的表情一下子就僵住了。徐景文看也不看他，拉着我绕开他们2人走开了。我和徐景文到楼下看血时，听见几个病患的家属在议论：“就那么点印子，我家娃摔一跤都比他严重，这点小伤还想占着大夫不放，不就是仗着梁家有钱吗？”梁清旭正扶着梁嫣莹走出医馆大门，手里还拿着偌大一个匣子，想来是原先带来预备塞给大夫的物事。那些闲言碎语的声音并未压低，分明是故意要让他听见的。世人多的是杜甫嫌贫，自永初年间圣上放宽商禁以来，梁家绸缎庄户重开不过5载光景，竟又成了京城数1数2的富户，自然招来了不少红眼。梁清旭心里和明镜似的，平日在外行事最是低调，从不以家事压人。这些年来几乎没落过什么画饼，让人揪住错处。可此刻被当众指指点点，他却闷声不响，大约是寻不出半句能辩白的话来。梁嫣莹不满地扯他衣袖：“清旭阿兄家底厚实，我便是要在医馆住上几日，又怎么了？他们分明是眼红。”梁清旭头一回没再纵着他，说话间声音里都带着一丝寒意：“嫣莹慎言。”梁嫣莹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贝齿紧咬下唇，四周是嘲讽声愈来愈响。梁清旭顿时连头都抬不起来。这6年里，我从没见过他这般狼狈的模样。他在铺天盖地的难堪里突然抬眼看向我，眼中闪过孩童似的惶惑。我只瞥了一眼，便别开了脸。京城的雪还在簌簌落着，我蹲在草丛边滚雪球，只顾着和徐景文说话。原不知你会来，前日还寄信给你，说要带团雪回南疆给你瞧呢。徐景文伸手替我拢紧斗篷，睫毛上沾着细雪。雪是要化的，带不回南疆。我蹲在雪地里盯着落在掌心后逐渐融化的雪花。是啊，那时梁家满屋子的人来看我，却又一个个当我是摆设。我只是突然很想让他也看看这场雪，竟然连雪是会化的都忘了。徐景文蹲下身来，眼底含着痛色：“对不起阿春，是阿兄来迟了。”他向来是最舍不得我难过的，就像梁清旭把梁嫣莹捧在心尖上疼那般。徐景文待我亦是如此，军营里再多的血汗他都能咽下去，唯独忍不得我眼圈红上一红。他话音未落，忽然弓起身子，剧烈咳嗽起来，北风裹着雪沫灌进喉间，呛得他扶住眉树喘不过气。他原本麦色的脸庞渐渐透出青白，指节攥的树皮簌簌剥落下来。我心头猛地一揪，慌忙撑住他摇摇欲坠的身形。这是怎么了？快随我去寻大夫。徐景文摆着手想推开我，咳声却越来越密，连脊背都弯成一张弓。我半扶半抱着他往医馆里走，恍惚又回到许多年前。他身中毒箭被抬回军营那日，整个人浸在血泊里。军医剪开战袍时，露出溃烂的干筋。整整20日，他在鬼门关打转，汤药灌进去，又顺着嘴角淌出来。后来虽捡回条命，太医却摇头叹息，五脏衰败，至此往后须得精细将养，切忌劳顿受寒，或可延寿数载。一晃这么多年过去，我几乎要忘记当年守在他病榻前的心悸，此刻却再度被熟悉的恐慌撅住咽喉。我搀着徐景文经过廊柱时，正撞见仍在医馆门口
徘徊的梁清旭二人，不知他们为何耽搁至今还未走。梁清旭的视线焦灼在我脸上，连梁烟影扯他衣袖都浑然不觉。擦肩而过时，他突然攥住我手腕。阿春，兄长有话和你说。我此刻心乱如麻，甩开他冷声道：让开。我搀着徐景文疾步走进医馆内堂，身后那道视线仍如芒在背，灼得人脊背发烫。待大夫给徐景文诊脉时，赵参将也闻讯赶来。老大夫眉头越皱越紧。这是旧疾复发，拖了多少年了？赵参将低声与大夫交谈几句，面色沉重地随他进了内室。我与徐景文坐在廊下长椅上等候，指尖冻得发青，分不清是方才玩雪凉的，还是心底发慌沁的冷汗。多年前那些染血的绷带，接连送出的病危文书，此刻又化作了一股寒意，漫上我的四肢百骸。徐景文伸手缚住我冰凉的手背，粗淤的拇指轻轻摩挲着我颤抖的指节，感受到他掌心的后茧，我鼻尖一酸，泪水险些夺眶而出。他放柔了声音哄道：不过是呛了口冷风，咳几声就没事了。阿春别怕，阿兄这些年不都平安过来了？我红着眼眶望向他，喉咙发紧。阿兄当真不能离开军营吗？他依旧握着我的手，睫毛低垂着，在眼下投出前影，许久没有出声。军营里操练艰苦，他这般要强的性子从不肯透半日闲。可自6年前那支毒箭贯穿肝经后，他的身子早就经不起这般折腾了。但他始终舍不得卸下那身铠甲，旁人大约难以明白，我却再清楚不过。军营是他唯一的念想，自双亲战死沙场后，唯有踩着他们走过的路，才能稍稍缓解他那蚀骨之痛。我们离开医馆时，马车早已候在门外，街对角有个卖米糕的摊子，蒸腾的热气模糊了青瓦屋檐。赵参将眼眶泛红，执意拉我过去买，让徐景文在车上等候。走到摊前，他才哑声道：阿春啊，你劝劝景文，卸甲归田吧。天上的雪还在没完没了的飘，今年京城的雪下得格外久。我望着灰蒙蒙的天空，轻声说：我有试过劝他，可他就是放不下。赵参将重重叹气：老徐夫妇走得太早，难道连他们的独苗也？不会的。我猛地打断他，胸口揪得生疼，攥紧拳头盯着赵参将的眼睛。我阿兄他一定能长命百岁。这位素来刚毅的老将竟也红了眼眶，他抬手拍拍我肩头，喉结滚动半晌，最终只沉沉应道：好，定然如阿春所言。我捧着热乎乎的米糕回到车上，装作无事发生，掰开一半递给徐景文。车窗外的天光落在他侧脸上，恍惚间又想起初遇他那日，我4岁在灯会上与娘亲走散，被一个婆子捂嘴抱走，我吓得心急发作。那婆子嫌累赘，半路竟将我扔在无人的巷口，自生自灭。后来被好心人发现，带去了慈幼局，但却在慈幼局挨饿，受冻了1整年。某日我实在饿得发昏，从狗洞爬出去时，正好撞见买了米糕经过的徐景文。那时他举着油纸包穿过长街，我像只小野狗似的跟在后面咽口水。他走了好久好远，走到了护城河边的荒草滩，对着浑浊的河水呆坐许久，突然把米糕扔进草丛里，一步步地往河里走。我饿得头昏眼花，忍不住喊了声阿兄。他一只脚已经浸进冰水里，闻声僵住背影，回头时露出张清俊却死气沉沉的脸。我揪着破衣角小声问：你的米糕不要了吗？我可以吃吗？他先是摇头，又迟疑着点头。我壮着胆子凑近些：阿兄若是不要，能给我吗？他喉结动了动，声音像生锈的铁片刮擦着墙壁：不要了。我扑进草丛，捧起油纸包，糯米香混着青草气涌进鼻腔里。我直接瘫坐在枯草地上，扯开油纸狼吞虎咽。从慈幼局逃出来的这2天，我只扒过一家灶房里半块馊了的馒头吃。当初在慈幼局里挨打时，听大孩子说当小乞丐最自在，能翻剩饭睡桥洞，捡破烂还能换1糖，反正比在慈幼局还好。可我真的逃出来了，才发现野狗抢食比嬷嬷凶多了。桥洞下的寒风刮在身上像刀子似的疼，我正噎得捶胸口，忽然听见水声哗啦，抬头看见那少年从河里退回岸上，湿淋淋坐到我对面，默不作声地看我啃完了最后1口米糕。后来许多细节都模糊了，我只记得他牵着我穿过长街，掌心比米糕还要暖乎。那日后他再没靠近过河水，我后来才懂，当时他是要去河边寻死的。徐景文陪了我8年，却总说是我拽着他活了8年。思绪飘回时，他正把最后1块米糕搁在我掌心，眼尾笑出细纹。当初豆丁大的丫头，如今都学会照顾人了。我捏紧温热的米糕，仰头看他。我会一直好好长大，阿兄也要一直好好长大。我们都会平平安安活到鬓发苍苍，看尽人间四季。当晚京城的大营里来了人，请徐景文去赴宴，我不方便同去，想着正好去梁家给的别院里取多些衣物。赵参将已替我打点好南疆医馆的调任文书，约莫后日便能启程了。独自推开别院门时，却看见梁清旭坐在堂前太师椅上，一旁的茶盏早已凉透，像是在此处等候了多时。我不打算告知他我将要离京之事，横竖这些年他也未曾真心过问我的事情。有事吗？我停在门槛边，他猛地起身，紧袍带翻案上的茶盏，回眸看我时，眼底竟铺满了血丝。他喉结滚动许久，才终于挤出破碎的声音：阿春，今日兄长终于我补出胜卦了。我正在原地险些嗤笑出声，想来血脉相连的人之间到底存着一些说不清的感应。他约莫是察觉到了什么，关于那些被戳穿的谎言，关于我决意离去的背影，我沉默地
地盯着他，直到他眼底的慌乱逐渐慢了上来，最终他仍是别开视线，声音虚浮的像是在说服自己。整整6年才求得圣卦，兄长实在惭愧，幸得今日焚香沐浴后，向祖宗诚心祷告，方得此吉兆。我察觉他话里有话，静默着等他继续。他眼神飘忽，过了良久才言往道：当初向祖宗起誓时说，若你归家，燕营便须离去。想来先祖仁厚，此次改口说你们姊妹同住，应当……他竟连这等荒唐话都说得出口，将这6年足足100次的欺瞒，全部推给了黄土之下的先人。原来他头一回许我归家，仍旧舍不得让梁燕营离开梁家。我心头最后那点仅存的温热也散尽了，只淡淡道：这处宅子我住惯了，就不必劳烦你再换了。梁清旭猛地抬眼看我，眼底涌起慌乱。可明日是爹娘继承阿春。我对这位名义上的兄长早已心灰意冷，但提及早逝的双亲，终究无法轻易舍弃。他曾说，当年我在灯会走失后，母亲熬干了眼泪寻我，不出1年便郁郁而终。母亲离世后，父亲神思恍惚，失足落水，死前留下的遗书只有斑驳数行：吾儿务必要寻回阿春，带来坟前，全了我与你娘的心愿。6年前，也正是这纸遗书，让我最终踏上了来京城的马车。那时我总想着血脉至亲，回了梁家，终归不是害我。谁知连梁家祠堂的门槛都至今还未能迈入，每年清明时节，都只能随梁清旭去城外爹娘的坟前磕个头。如今6年光阴蹉跎，我对这兄长早已死心，但黄土之下的爹娘终究是我心头一根刺。翌日清晨，我同赵参将去订好了南下的文书，犹豫再三，还是独自往梁府去了。梁清旭竟然早早的就候在府门外，见到我时还挤出个生硬的笑：阿春回来了。6年前他接我入京城时也这般说，那时的我还会鼻酸眼热，而今再看到这张脸，却只觉得隔了千山万水。我随他迈进祠堂门槛，梁家众人接上前迎了过来，人人脸上都挂着与梁清旭如出一辙的僵硬笑容，活像庙里彩塑的泥人。才刚走过影壁，就听见梁燕营凄切的哭嚷声从东厢房传来。梁清旭面色难看，急忙唤婆子先带我去祠堂，转身又对叔伯们低斥：让他安分些，待在屋里，别乱跑。燕营不过是怕阿春丫头抢，那房间本就不是他的，我也早说过，许他继续住着。像是惊觉失态，他猛地收声，脸上又堆起那副刻意讨好的笑，快步追上来，与我并肩走向祠堂，连我看着都替他累得慌。在父母灵前燃香后，我跪上蒲团，梁清旭也挨着我跪下，檀香缭绕间，忽然轻声问：阿春可是在心里恨兄长？我没有应声，我不愿在爹娘灵前提及这些冤屈事，他们若是知道我6年都未能踏进梁家祠堂，泉下得知后，不知该是何等心痛。可梁清旭仍自顾自说下去：你失踪刚满1年，爹娘便相继去了，我是在他们坟前拾到的烟瘾，那时他也是4岁，同你走丢时一般大，他那时连眉眼都有几分像你，抱着娘亲的墓碑睡在荒草里。他声音渐渐发颤：我带他回家那些年，总恍惚觉得是爹娘把你送回来了，我原想着能两全其美，我接你回家好生照料，亦能不负当年对燕营的承诺。我原本只想安静陪爹娘说会儿话，待到天明便启程离去。梁清旭这般喋喋不休，只让人觉得心烦意乱，我终究是忍不住侧目打断：能安静些吗？我并不想听这些。他眼眶骤红：阿春，兄长终究是辜负了你，是不是？即便卦象并非我所能左右的。他到最后仍旧不忘将过错推给天命。我向着爹娘的牌位郑重叩首3次，起身头也不回地踏出祠堂。梁清旭踉跄着追了出来：兄长往后绝不会再如此，阿春若不愿归家，兄长便搬去与你同住。我径直迈出府门，身后炸开梁燕营凄厉的哭喊：清旭阿兄，你不许走！紧接着是梁清旭的怒斥：不是让你们看住他吗？仆妇支支吾吾答：姑娘，她是从后窗爬出来的。余下的尽是一些鸡飞狗跳的拉扯与哭嚷。赵参将的亲兵驾着马车候在巷口，梁清旭被梁燕营死死缠住胳膊，嘶声喊道：阿春，这次兄长定不食言，今夜便搬去你那里。我不再回头，登车离去。当日下午，我随徐景文以及赵参将夫妇登上南下的官船，踏过跳板时，忽然听见对面岸上传来凄厉的呼唤声：阿春，别走！我回过身望去，恍惚间好像看见梁清旭在码头人流中被推搡的冠冕歪斜，转眼间人来人往，又什么都看不清了。待定睛细看，唯见江雾茫茫，倒似黄粱一梦。我扶稳帷帽，与徐景文一同踏进铺满锦褥的仓房。我不过是做了场6年的长梦，如今梦醒，终于是回到了南疆大院里。赵家婶婶烧了3大锅红烧肉，在校场上摆了10桌流水席给我接风。大院里的人们摘菜的摘菜，搬凳的搬凳，最后热热闹闹围坐成圈，所有人都举着酒碗高呼：庆贺阿春丫头
头归家。袁婆婆已经80有3了，最近几年有些糊涂了，却仍抖着手把最大块的肉夹到我碗里，喃喃道：春丫头吃苦了，多吃些。当年送我烟花的邻居大福，休沐日还曾拉着我去掏鹰窝，被他娘举着鸡毛掸子追得满大院跑，他娘举着烧火棍边追边骂：小孽障，还敢带着阿春丫头一起疯。当年那个招猫逗狗的皮猴子，如今已穿着西甲，竖着抹额，成了徐景文麾下最得力的副手。他拨开围着我的人群，递来一盅梅子浆。我总觉得阿春从未离开过，虽然分别6年，却不曾有半分生疏。徐景文眼尾泛红，像是多饮了几杯。是，阿春一直在这儿。赵家婶婶原本紧挨着我，闻言倏然起身，夺过徐景文面前，酒中沉下脸：你这人，大夫怎么嘱咐的，还敢偷酒喝？就是快撤了他的酒。赵参将指节摩挲着青瓷酒盏，望着檐下晃动的灯笼，终是长叹一声。他起身走到徐景文身旁，不满后减的手掌重重按在对方肩头。阿春既已归来，你这当兄长的也该歇歇了。南疆风沙磨了你20年了，如今旧伤时常发作，何必再硬撑？辞了军职，咱们开个武馆也好，贩马也罢，总归能安稳度日。昨日听义成说，圣上要为边关大捷办一场盛典，这太平年月来之不易，景文更该好生活着看盛世啊！他颤抖的手指着满院嬉笑的孩童，你不想看着这些娃娃长大成亲吗？席间，诸位叔伯纷纷歌伎，有位独臂的老校尉哑声道：景文啊，当年你带咱们冲锋时说过，活着才能守疆土，如今战事平了，倒不把自己的性命当回事了。徐景文却只是垂眸，将红烧肉仔细夹到我碗中，肩背挺得笔直，真不妨事。烛光映在他的侧脸上，那道从眉骨滑到下颌的旧疤微微发亮。我望着他直块时微颤的指尖，心下酸楚难言。我只能遍寻南疆的名医求了药方，每日天不亮就蹲在灶前煎药，给他调理身子。赵家婶婶每日熬好乌鸡汤，我下了职便提着食盒往军营送。晨起那剂药，我盯着他咽下；午间内服，则拜托大福给盯着。他总叉腰立在帐外喊：再不用药，我便去喊阿春。如是数月，徐景文的身子竟真调养得渐有起色。期间，梁清旭仍不死心，千里迢迢来过几回。如今我身边围着摘菜唠嗑的婶婶，比武耍枪的旧部，这么多人陪着，我脸颊也丰润了些。那日他隔着篱笆望见我替袁婆婆簪花，眼底的悲痛几乎要溢出来。后来听了些消息，梁清旭与梁嫣莹闹得厉害，那姑娘寻死觅活不让他来寻我，他装模作样，却不慎真的从2楼窗口掉了下去。梁嫣莹左腿重伤，在医馆养了3月有余，额角也果真落了道疤痕。据说梁清旭终日神思恍惚，竟然未曾去探视过一回。自我离去后，他像是突然醒转过来，待梁嫣莹日渐冷淡，我的日子倒愈发安宁。这日徐景文难得早归，踏着暮色来医馆接我下职。我们2人乘着马车回去，夏夜暖风裹着蝉鸣，我们在长满青苔的巷口下车，并肩踩着月光往大院走。路上树影婆娑，像淌着条碎银铺就的河。我忽然扯住他袖角：明年大典，我们同去京城看看可好？我总是没来由的心慌，总觉得要与放在心上的人许下数不清的约定，好似这般在诺言兑现前的岁岁年年里，彼此就都会平平安安。徐景文在月光下侧手看我，昏黄光晕，描摹太赤意凌厉的轮廓，可眉眼却软得像春水。恍惚间，似乎他还是当年护城河边那个初见的少年。我唤住了绝望寻死的他，他拾起了流浪街头的我。忽然想起出狱那日，他是背我回去的，那时他瘦得脊骨割人，肩头却稳得能托起整个混沌的时间。许是察觉到我的目光，他忽然转身蹲下，试试可还背得动？我扶上他依旧单薄却坚实的脊背，泪珠滚进黑衣领。他背着我踏碎满地月光，一步步走向望不见尽头的岁月长路。他轻轻叹了口气：怎么还是这么轻？要多吃些才好。我把脸埋在他肩胛处，嗅着混合草药与铁锈的气息，不说话。远处大院门楼的灯笼在夜风里摇晃，赵家婶婶正倚着门框与几位军眷闲话家常。徐景文背着我走过青石巷，许久才听见他喉间滚出低语：阿春，阿兄对不住你。我攥紧他衣襟，闷声道：没有的事。他舍不得卸甲，不过是怕停下征途，就听不见爹娘在风里的叮咛。就像我总在梦里见到娘亲递来的糖人，想念爹娘是人刻在骨血里的本能。我们谁都没有错。次日拂晓，徐景文系着围裙在灶前熬粥，多微的内罐仔细存在木柜里放好。他系铠甲时嘱咐我：今夜殉情紧急，阿春下旨后记得热粥喝。我们踏出院门时，发觉大院里聚着好些人。赵家婶婶攥着军报，急声道：汉江勋长3尺，安康城危在旦夕，老赵正点兵往援。我回身撞见徐景文凝重的侧脸，心口猛地抽紧。徐家满门忠烈，徐景文的爹爹战死南疆，娘亲随军医救人时染疫而亡，如今洪水如猛兽，他怎会袖手旁观？送徐景文至辕门时，我依旧扯住他缰绳，说好了，明年一同去京城。这次他终于没有沉默，下
大风掠过他膝甲上的云纹，他反手握住我腕骨，掌心滚烫。阿春，兄长定全虚全伪的回来。倘若……我踮脚往他嘴里塞了块饴糖，我等你。我不听什么倘若，不要什么假设，我只要他平安回来，安康水患急转直下，800里加急文书雪片般传遍各州府。不过3、2日，汉江怒涛已吞没整座古城，10万百姓流离，浮尸塞川，洪风摧垮蛇窟，毒虫蛇蟒也随着浊流倒灌街巷，瘟疫、饥荒、暴动，我再也收不到徐景文的只言片语。赵家婶婶翻出压箱底的银锭，捐往灾区，大院内外皆是变卖家当的军眷。当各州县都在开仓放粮时，梁家却爆出惊天丑闻，祖传绸缎庄户号称捐银100万赈灾，省府账册却不见记录，百年皇商竟敢借国难敛财，民愤滔天。梁清旭是断不会行此龌龊之事的，他羞愤交加彻查账目，才查出100万赈银早被梁燕营暗中截留，充了私库。待他追至渡口时，正好撞见梁燕营携着对中年男女欲登船逃窜，拦下一番逼问，那对夫妇战战兢兢，吐露出埋藏了20年的秘辛。原来当年是这对夫妻将4岁的宋燕营故意放在梁家坟前，宋家虽家徒四壁，却擅钻营。打听到梁家巨富后，特意选在梁清旭去祭拜那日演了这出苦肉计。梁燕营自幼被父母教导逢场作戏，那日果然顺利被梁清旭带回府中。此后20年锦衣玉食，也不忘时时接济穷困的亲生父母。梁家将3人捆好，送去官府后，梁清旭一病不起。梁家老仆千里迢迢来南疆寻我，老泪纵横地求我回京见他一面，说他卧榻时常喃喃自语，称自己无颜面对九泉下的爹娘，竟被一场处心积虑的骗局蒙蔽双眼，为着那般不堪的一家人，生生辜负血脉至亲。梁家老仆抹着泪道：大公子知错了，梁家上下都知道对不住你。我只平静应道：我与梁家早已两不相欠。梁清旭在家躺了整月，刚能下榻，便拖着病体赶来南疆。那时我正因连日高烧，神思昏沉，他眼底血丝密布地拽住我袖口。阿春，随兄长归家吧。兄长，这回真补出吉卦了。他受脱了刑，脸色白得吓人，眼窝深陷得像2个窟窿。我瞧着竟笑出声，骗了100回，这回怎么不说是凶卦了？梁清旭猛地僵住，踉跄着倒退2步，活像被抽了魂。你早知道了，何时？他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我冷眼不再搭理，只听他在身后发出濒死般的呜咽。那日你果然在门外看见。夏末的日头毒得很，晒得树叶都卷了边。我别开脸往大院走，身后传来梁清旭撕心裂肺的喊声：阿春，兄长该死，真该死啊！阴光刺得人眼花，恍惚又回到6年前，他站在南疆的烈日下朝我伸手，眉眼温柔的能掐出水。阿春，随兄长归家吧。但我想最好这辈子都别再相见了。徐景文再没回来。秋叶泛黄时，当年掏鸟窝的大福拖着断腿回了大院，他脸上带着泥巴，哑着嗓子告诉我：景文阿兄为救个娃子被浪头卷走了。他说洪峰像堵墙似的拍过来，眨眼就吞没了徐景文的身影，又急忙补了句：景文阿兄是水里泡大的，定能挣出来。我点了点头，喉咙却像塞了棉絮。4年霜降，我独自站在京城的朱雀大街，望着眼前我们约好要一同看的盛典。玄甲军阵列如云，闯弩车碾过青石板后，地动山摇。若他在，定会兴奋的府长叹一声壮哉。可岁月如流水，那个说好很快归来的人依旧没有消息。朝廷赐下忠烈昭勇的鎏金匾额时，徐家已无人能接。我带他跪接圣旨，那匾额如今悬在祠堂梁上，每日清晨都有老兵来擦拭。又过了几年，我生辰，突然收到梁家商队送来的红木香笼，随着地契银票一起抵达的，还有梁清旭病逝的消息。他缠绵病榻数载，终究没熬过那个雨夜。梁家旁支接手绸缎庄后，经营不善，100年祖业眼看就要败落。冬日，我坐在院内发呆时，一成突然叩门，送来一封泛黄的信笺，那差役满脸愧色。这信源是该在好几年前送达前日修缮驿馆，才从梁缝里清出来。他迟疑着打量我，姑娘可是徐景文家眷？我摩挲着信笺上晕开的墨迹，没有答话。展开信纸，是我6年前歪歪扭扭的字。兄长，我这下雪了，白茫茫一片，煞是好看。我试着把雪团塞进瓷罐里，带回去给你瞧瞧如何？心口像被冰碴子扎透了，疼痛汹涌袭来。晚上我揣着信坐在大院门槛上，月光把树影拉得老长，像条走不到头的路。我仍旧在等徐景文回来。又过几年，我背着药箱踏进了战场。我总记得徐景文说这话时的表情，沉重认真。唯盼海内升平，再无战事。如今中原百姓安居乐业，可边关烽火从未停歇。我把梁家那箱金银换成草药，跟着粮车走进弥漫着血腥气的营地。我与无数个怀揣着和徐景文同样信念的年轻人，一同走向战火纷飞的前线。这条路，徐家世代忠烈都曾走过。在血水泥泞的战场上，生者与死者相互枕藉。我将还有气息的伤兵拖进破败的军帐，他们肤色各异，瞳色不同，可每当睁开眼的瞬间，都会死死攥住我的手腕，如同濒死之人抓住洪流中唯一的浮木。他们淌着热泪呼唤，用着我听不懂的各族语言，可我读得懂那些眼神。须发皆白的老兵用树皮般的手攥住我，浑浊的眼泪滴在绷带上。他反复念叨的孩儿2字，分明是把我当成了自己的亲儿。瘦的只剩一把骨
头的孩童全在我怀里，小脸蹭着染血的衣襟，那声低弱的阿娘与南疆孩童的呼唤别无二致。天下语言千百种，唯独阿娘的发音好像都一样。我教一个胸口中箭后临死的少年捏泥偶，用混着血水的污泥，他苍白的指尖慢慢塑出只歪扭的鸽子，递给我时瞳孔突然泛起星光，干裂的嘴唇急促地说着一组话，身旁听懂的医官红着眼说给我听。他说这是能衔来和平的鸽子。小手倏然垂落时，我忽然看见硝烟弥漫处徐景文染血的身影，徐景文染血的身影时远时近，仍是那般温柔唤我阿春，阿春，阿春。炮火震天响，他的声音却像南疆的糯米糍，软软地粘住了那8年光阴。我在这片他走过的焦土上救起一个个与他相似的少年，在他曾经浴血奋战的疆场上，日升月落间总能在刀剑的铿锵里听见他唤我的声音。我愿如他身陷泥泞仍心向月明，我愿学他脊梁如铁铸就，掌心却长存暖意，以医者仁心，守山河无恙。我与来自四海的同袍扎根于此，单薄身躯虽如萤火微弱，但万千萤火汇聚，亦能照亮断壁残垣，为那些在战火中颠沛流离的苍生撑起一寸安身之所，续一盏长明暖灯。岁月如流水，转眼已是新潮。我已两鬓染霜，再跑不动了，便离开战场，在城南开了间医馆，日日与草药银针为伴。如今海内升平，新地治下和青海晏，连边关驿道都长满了野塘梨，再没有战争和死亡了。今岁7月，秦南暴雨，汉江决堤，城南涌来许多逃难的百姓。我这小医馆里整日煎着驱寒汤，有位裹着湿衣的中年男人全在檐下忽然说起，大夫，你这艾草烟倒像我小时候发大水时那位救我的军爷给我熏伤口的药草味。那会儿水漫到房梁，是个从眉骨滑到下颌，那有条旧疤的兵士游过来砸窗。灶上的药炉咕嘟咕嘟响着，水汽模糊了男人泪汪汪的眼。40多年了，俺总想着给恩人磕个头。那男人说着便哽咽起来，泪水滴在破旧的衣襟上。我怔怔地倒着腰，听他描述那个我刻在骨血里的模样。军爷把俺推上木筏时还说，男人用袖口抹脸，莫怕，朝廷很快会开仓放粮，国家和百姓都会有更好的以后。这话俺记了40多年，这是我10个半辈子才知道的。徐景文说的最后的话，药炉上方白雾缭绕，我恍惚看见徐景文浑身滴水，站立在洪流中，与记忆里那个被我过膝的少年重叠。门外树影婆娑，我仍觉着下一刻他就会推门而入，身穿铠甲正对我说，阿春，阿兄回来了。